欢迎来到音乐家的无聊人生。今天我们不谈古典音乐，我们来谈谈 Final Fantasy VII 太空战士7的经典配乐。2020年4月，《太空战士7》重制版推出，在全世界造成了一股怀旧热潮。回顾1997年《太空战士7》原作，至今看来仍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杰出作品。除了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软硬体技术外，还有它庞大的世界观、富有深度的剧情，以及丰富又具有心理学意涵的角色故事。而最后将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，并升华到另一个境界的，就是它的音乐。太空战士7的音乐主要由直松伸夫所创作，虽然受限于当时的技术只能用声音的电脑合成音色，但完全不会影响音乐的内涵与艺术价值，即使对不是玩家的一般大众，也是值得玩味欣赏。直松伸夫的音乐不但让剧情增添了许多气氛与色彩，还把剧情中深刻的情感巧妙地连贯起来。虽然网络上关于太空战士7配乐的讨论很多，但我发现有些微妙的细节仍很少被人指出，因此今天就让我来分享自己观察到的一些细节吧。在这部影片中，我将主要讨论1997年原作中的音乐，虽然不是讨论今年推出的重制版，但由于重制版的音乐就是直接改编自原作音乐，所以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用音乐来描绘恶名昭彰的神罗公司。神罗公司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大的反派团体，他们利用榨取星球的资源，也就是魔幻，来得到巨大的财富，建构了一个强大的权力体系，成为星球至高无上的统治者。制作团队为了凸显神罗公司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做出了很多用心的安排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看看游戏封面的设计，就相当有趣。画面中 Cloud 站在耸入云霄的神罗大楼之前，虽然显得格外渺小，但也展现出了起身对抗上位者的气势。而游戏中的很多桥段也巧妙地描绘了这个形象，比如说 Cloud 为了要潜入神罗大楼营救 Aerith， 必须先从贫民窟中的废墟不断地向上攀爬，到达米德加城的顶端，之后要爬无止境的楼梯，接着还要一层楼一层楼搜索通往更上一层楼的钥匙，最后才能见到神罗公司的总裁大人。这个权力制高点的形象在音乐中也有相对应的描绘。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有趣的爬楼梯桥段中 ，Cloud 一行人一边拼命的死命往上爬，一边抱怨时的配乐。这里的音乐就是无止境重复上升的旋律小调音阶，由于它是一个未完成的音阶，以及音符之间特殊的音程关系，加上它又一直无限的循环，会让它听起来有一种无止境往上，却永远无法抵达最高处的意象，完美呈现神罗公司高高在上、遥不可及的地位。我们暂时就把这个无止境上升的音阶称作神罗公司的动机。除了这个爬楼梯的桥段以外，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描绘就是 Cloud 一行人在废墟中攀爬时的音乐。前半段听起来像是不相干的音乐，但后面却巧巧出现了神罗的动机。在这里，作曲家把动机的节奏稍微的更动，让最后一个音晚了1拍半出现，形成了一个不自然的强拍，搭配汤土的和声，让音乐听起来更有张力。神罗的动机最直接的展现，当然就是在神罗公司的主题曲中。这个主题总是伴随着神罗大总裁的登场，象征了权力的最高核心。但这个主题最重要的地方就是，我们不只可以听到神罗的动机，还可以听到2个其他的动机。第一个是紧接在上升音阶后的3个和弦。这
这3个和弦的特色就是它们的最高音之间间隔了不和谐的半音音程。不知道听到这个动机会让你联想到什么呢？如果你是老玩家的话，给你3秒钟时间猜猜看。没错，就是游戏里最恐怖的反派角色 Sephiroth。我们来听听看 Sephiroth 的主题曲 Those Chosen by the Planet。这里你将会听到更多扭曲的半音音程。是否可以感受到这个半音音程所带来的压迫感呢？这样不和谐的半音音程成功描绘出了 Sephiroth 强烈扭曲的内心，就连游戏里面最受喜爱的配乐 One Winged Angel 片翼天使也都是用这个半音的动机所写成的。我们来听听看。顺带一提，由于当时硬体设备的限制，所有的游戏配乐都只能用简单的电脑合成音效，因为如果用真实录音的话，会占用太多的光碟容量。可是制作团队却破天荒的在这首《片翼天使》中特地录制了真人人声演唱，可见他们对这首曲子有多么的重视。我们回到神罗公司的主题曲，这个主题里面除了常有 Sephiroth 的动机以外，曲子后半段还常有另一个动机。这个噔噔噔噔的动机也可以在魔幻炉的主题中听到。因此，我觉得它就是在象征着魔幻本身，以及它被神罗公司拿来做各种肮脏用途的故事。至于作曲家为什么要在这首神罗公司的主题曲中安插了 Sephiroth 以及魔幻的动机呢？或许就是在暗示 Sephiroth 就是神罗公司利用魔幻所创造出来的罪孽吧。太空战士7是一个基调非常黑暗的游戏，但它也有充满希望的部分，就像魔幻本身一样。虽然它常常被用在邪恶的用途，但它的本质却是温暖的，因为它萃取自星球上的生命之源 Life Stream。在太七的世界中，星球上所有陨落了生命的灵魂都会汇集到这个生命之源，最后再由生命之源诞生出新的生命，如此永不止息的轮回下去，是一个很有东方哲学的故事设定。然而，这样神圣的生命之源却被神罗公司发现它的经济价值，最后被滥用榨取并制作成了魔幻，用来发电，甚至是更邪恶的用途。这故事仿佛就是在影射现实世界人类在地球上的所作所为。我们就来听听游戏中生命之源的音乐。生命之源跟游戏中一个重要角色也有很深的关系，那就是女主角 Aerith。由于她特殊的血统 ，Aerith 跟星球以及生命之源有着强烈的连结，甚至可以感知到星球上万物的生与死。早在生命之源的秘密揭晓之前，作曲家就利用了 Aerith 的音乐来暗示她与生命之源的关系。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电子游戏史上最有名、最经典也最感人的一段配乐 ，Aerith 的主题曲。Aerith 的主题旋律乍听之下虽然跟生命之源没有什么关系，但若我们仔细分析这2首曲子的和声进行，就会发现它们的本质竟然完全一模一样。
就让我弹一次这2首曲子，让你听听两者之间的关联。表面上是不同的旋律，但背后却是相同的和声。作曲家透过音乐将 Aerith 人物背后的意涵细腻地刻画出来。除了以上讨论到的内容以外，太七音乐中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细节，但碍于篇幅的限制，所以今天可能没有办法一一介绍。经由这一次的观察，你是否发现电玩配乐的创作者所扮演的角色，真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重要太多了呢？他们不但要创作出符合剧情氛围的音乐，还要对剧本有深刻的理解与诠释，才能创造出具有深度意义的配乐。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都是作曲者对剧本的消化与诠释后的产物，实在是非常的有趣，也非常的值得研究呢。直松胜负在太空战士系列中的惊人成就，让有些人形容他是游戏产业界的贝多芬。虽然这样的比拟对我来说有点太过沉重了，毕竟贝多芬在我们音乐人心中的地位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涵，但是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这么说。直松胜负的音乐或许不能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，但是因为有了他的音乐，让太空战士7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电子游戏，这一点绝对是毋庸置疑的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你喜欢太七的朋友们。未来我将会不定时的推出各种深入讨论音乐的影片。如果对我的影片内容有任何的意见或想法，都欢迎留言告诉我哟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。